爸，你没事吧？别叫我爸，从此以后我们周家没有你这个儿媳妇。杨家与周家从今天起是敌非友。杨薇薇此时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当她想去求公子院的时候，却发现三金几人已经走了。另外一边，苏峰百般道歉，这才取得三金的原谅。三金大师，这次找您除了首饰的事儿，其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。霍老爷子后天就会从帝都回来，我父亲已经约好了，后天请您在霍家别墅见面。替我多谢老爷子的帮忙。从 SKB 出来后，三金与公子院本想打车回酒店，却突然开过来一辆加长版豪车。三金先生，我们主人有事情想与您商量，请吧。商量？呵呵，有用这种态度请人商量事儿的吗？三金哥，他们有枪。不用怕，他们应该没有恶意。车上，一名长相俊美妖异的男子正笑着打量三金。金桑，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樱花国国师伊藤晴明，此次来是想找金桑商量一些事情。有屁快放！我听说金桑破解了我的双刀托日风水局，在下对金桑的风水术十分敬佩，想请金桑为我大樱花国效力，当然是有前提条件的。第一，你要按我说的稍稍改动一下你布置的风水格局。第二，金桑要尽力在这大夏金融界搜集我们需要的情报。只要金桑能完成这2个条件，我可以保证金桑能入樱花国国籍，成为我大樱花帝国的公民。我尼玛，入籍樱花国，我还得完成你提的2个条件。没错，樱花国国籍尊贵无上，值得用一切来交换。三金此时早已在心里将伊藤的祖宗18代骂完一遍了。我问你，你有一套豪华奢侈的别墅，突然有一天，一个脑残跑过来跟你说，只要你跟我干，我就用我家的茅坑换你的别墅，你什么感受？伊藤晴明瞬间脸色铁青。好，既然金桑对我樱花国籍不感兴趣，那么只要你按我说的改动一下你的风水阵法即可。金桑，你要知道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若一退，便是大夏万里江山，尸骸遍野；我若一退，便是大夏国运崩塌沦陷。伊藤晴明双眼微眯，表情变得可怕起来。突然间，他又大笑起来。哈哈，说得好。可是，如果我说我能给金桑300亿呢？听到这个数字，就连公子院的呼吸都为之一滞。三金现在的身家也不过才堪堪100亿而已，只是改动一点小小的阵法，不知道三金哥会动心吗？不干。那么500亿呢？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如果有，那么就是钱没给够。还是不干。伊藤晴明终于不淡定了，皱起眉头。金桑，不要太贪得无厌，只是让你改动一下风水阵法而已。500亿的报酬已经很丰厚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那我们就走了。1000亿，我给你1000亿。公子院此时越听脑袋越懵。1000亿啊，这绝对能排进港城前10。而三金也低头思考起来，似乎是动心了。既然伊藤先生这么有诚意，那么我再推辞下去，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1万亿，给我1万亿，我就答应帮忙。金桑，你是在说笑吗？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。不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吗？伊藤晴明大口喘着粗气，显然被三金气得不轻。1000亿，再加上我伊藤晴明的一个人情，这下够了吧？金桑，你是一名商人，追求利益是商人的天性。我是一名商人，但在那之前，我还是一名大夏人。我三金永远不会像你们这群狗一样，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之上。三金，你……哦，对了，如果加上你的人情，你还得再倒贴我1000亿，因为你太贱了。混蛋，你拒绝我，就是与30财团作对，就是与大樱花帝国作对，你不怕吗？就是与全世界为敌，那又如何？看着三金远去的身影，伊藤晴明长叹一声：若我樱花国有此等人才，何愁不能征服世界啊？伊藤桑，需不需要我们咔嚓了他？这里是大夏，你不要轻举妄动，出了事，我国元老阁和财团都保不住我们。没多久，两人回到酒店，公子院到现在依旧如同做梦一般。三金哥，你得罪了伊藤晴明，那以后会不会？未来我们大夏会飞速发展，到时候不仅要面对樱花国、阴阳国等邻近国家的挑战，甚至就连霸国都要疯狂打压我们。那个时候，只要是想做大做强的大夏人，就只有2条路能走：要么给外国人当狗，要么咬着牙扛住压力做人。大夏是一条沉睡的巨龙，等这条巨龙醒来的时候，将会震撼整个世界。子愿，当我登顶世界之巅的时候，我的名字将会被全世界的人所传颂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无论你成功与否，我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三叔，我听说你被小樱花的人搞去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小子能不能不要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此时，帝都财政总司办公室，元老阁开完会后，金百万单独把霍英雄叫了过来。老霍，最近世界金融界暗潮涌动，前有霸国资本想要做空大夏，后有樱花国觊觎我大夏国运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我大夏虽然发展迅速，但毕竟经济科技落后其他国家太多。
包括大夏的元老阁也是如此。成员的实力比其他国家的元老阁差太多了，落后就要挨打呀。英雄所见略同，元老阁已经太久没有纳新了。我想开启各省金融画室人大赛，选拔5位省级画室人为元老阁候选成员，最后再选出1位正式成员。这个提议不错，大夏的金融界已经死水一滩太久了，是时候来一记王炸，让这潭水活起来了。不过姿势甚大，我需要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方案才行，估计短时间内很难启动。在这期间，老霍你可以自己挑一挑，看有没有合适的人才。我可告诉你，我这边已经有1名不错的人才候选了。老金，你这个眼高于顶的人，也有看得起人的时候。想当初，连何大贤都被你说成是一坨狗屎，硬是不许他成为元老阁正式成员。我非常好奇，究竟是谁能入你老金的法眼？此人名叫三金，短短数月内在没有任何背景、任何人脉的情况下，屡屡在股市、期货圈创造奇迹。同时，他还在蒲城与何红火、何大贤结拜，拿下蒲城第4块博彩牌照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懂风水，双刀托日局就是他破掉的。饶是霍英雄这种大佬听了这些成就，依然被震惊了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定要见识见识这个三金。嘿，很快你就要见到他了。老郑不是约你明天见面吗？就是为了引荐他认识你。什么？这小子连老郑的人脉都结交到了，他找我干嘛？这小子找你是想逆天而行，